结婚前夜，木川搂着他的青梅跟我要一夜自由，说今夜过后，他至死都会忠于我们的婚姻。我看着他良久，点头答应了。走过我身侧时，他大方道：今晚你也可以去外面找个男人，我保证绝对不会介意。不必去外面。我默声走到了他最好的兄弟面前，浓情看着那双好看的眼睛。今晚一起睡。他有青梅，难道我没初恋吗？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包厢里坐着许许多多的人，有他的至交好友，也有我的伴娘闺蜜。酒过三巡，大家都有点喝多了。木川突然搂住了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白幼离，说幼离你看，青梅竹马果然是打不过天将的，我这不就被李瑞熙这个天将给截胡了吗？明天我就要和别人结婚了，你会不会也觉得有点遗憾？白幼离的脸上瞬间染上一股酸涩，像是下一秒就能落下泪来。遗憾又能怎么样？谁让你后来爱上他了呢？木川就这样看着怀里白幼离那双成了泪光的眼睛，神情全是疼惜。要不今晚我们把遗憾弥补一下。白幼离抬眸，怎么弥补？就见木川缓缓朝我看了过来。老婆，他大呼一声，明天我们就是夫妻了。我保证，我至死都会忠于我们的婚姻，绝不会背叛你。但是今晚，结婚前的最后一晚，不如我们玩点刺激的，还对方一夜自由如何？包厢里响起一阵起哄尖叫声，因为我冷透的脸色，又落下一片死寂。木川的不轨之心昭然若揭，他想和暧昧了一整个青春年少的青梅女孩去肆意快活一晚，以此来弥补两人爱过莫睡过的遗憾。他笃定了我不会决然拒绝他，且事后只要他用心哄哄我，我就会不和他计较这次的事。他能如此自信的原因也很简单，虽然当初是他热烈追求的我，但单论家境，是我大大的高攀了他。他以为我不但被他这个人迷住，更绝对舍不得他家的豪门家庭。毕竟像我这样一个爸妈都是普通工人的平民女儿，想嫁入豪门何其难，能遇见他又是何其幸运。他想对了，平民女孩被豪门少爷看上，又被豪门家庭发难，我曾深刻体会过，但不是在他身上。身侧姐妹们拉我的衣袖，瑞希，别犯傻，不能答应。我看着木川良久，看清了他眼睛里的执着和势在必得，最终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平静，好，我答应。哦，一阵嬉笑和鼓掌声起来，包厢里的静默气氛一瞬消散。嫂子大气，不愧是能嫁进穆家大门的女人，难怪我川哥在老爹书房跪了3天3夜就是要娶你。能进咱们这种家门的女人，就是要有这种气度。木川稍显紧绷的唇角扬起一抹松散的笑，怀里乖顺的小青梅被他搂得更紧了。他搂着人站起来，好了，今晚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明天我还要举行婚礼呢，不能通宵陪你们疯。我和幼离就先撤了，你们随便点酒随便玩，今晚所有消费记我账上。哦，我们的小幼离今晚可要受苦喽。包厢里又是一阵唏嘘起哄声，走过我身侧，未显公允，他垂眉对我大方道：老婆，如果你想，今晚也可以去外面找个男人，我保证绝对不会介意。他定是拿住了我自尊保守的性格，不可能玩得开，才会对我说出这种话吧。我回眸看他，真的。他挑眉，当然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知道我一向说话作数的，就像我说会娶你，我也做到了。他语气骄傲，
好像娶我进门是给了我莫大的恩赐一般，所以我也该识趣。对今晚的他和白幼离大度，我收回视线，看向了包厢深处角落里那个整晚都面色透冰、一言不发的男人。倒也不必去外面找。什么？没有再去管木川的神色。我起身默声走到了男人脚下，蹲下来，姿势伏低，眼中情愫倾泻，仰头对上他的目光，小心邀请，今晚一起睡。面色冰冷的男人背靠在真皮沙发上，居高临下，仿佛下一秒就能因为嫌恶一脚把我踹开。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失笑：是木川，老婆啊，你找谁不好，你找他。他早年被初恋伤狠了，厌女，都多少年不近女色了。厌女，我在心底咂摸着这两个字。是吗？内心情感几番涌动，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看着这张曾经在无数深夜让我魂牵梦绕、无法安眠的脸庞。再次相见之后，要不是今晚借着酒意，我还是第一次敢这样正视他的目光。手心指甲掐进肉里，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如今的他会以何种态度对我。直到一只冰冷的皮鞋尖抵在了我的下巴上，只见男人下巴扬得更高，脸色更冰冷下去几分，让人望而生惧，伴着他带着愠怒的声音问我：你确定？我不想退缩，勇敢地又把自己的下巴往他的鞋面上送了送。确定。他忽地从沙发上起身，大概所有人都以为我彻底惹怒了他，下一秒就会被他无情丢开。毕竟听说前些日子有个小明星在一酒会上对他讨乖，他嫌对方挡了路，手臂一挥，直接给对方推水池里去了。对方溺水求救，他连一个眼神都没多给，就大步离开了。这会儿连木川都吓得一个箭步冲到了我面前，展开胳膊要揽住他。兄弟兄弟，好歹是我老婆，你别动手啊，他不知道你的脾气，冒犯你多担待多担待啊。瑞希，还不赶紧起来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位哥绝对不能惹，他对女人不感兴趣的，我知道你对我之外的男人也不感兴趣，就别在我面前逞强了，跟你的小姐妹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不知道木川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，男人一个使力把他推出去好几步远，眼神里藏了刀子般。谁说我对女人不感兴趣的？与此同时，我眼前一晃，被他扛在了肩上。他低沉混合着翻旧账怨念的声音传入我耳畔：李瑞希，这可是你自己找到我这来的。眼看我俩就要在所有人的惊讶之中开门而去，看着我被好兄弟扛在肩上的背影，木川在身后追问：易彦东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了，他的名字易彦东。男人脚步顿住，侧了侧脸，语气无情，字面意思。木川语气明显极了：你玩真的？这可是我老婆。一晚上张口闭口的对我喊老婆，老婆两个字还是有点刺耳吗？易彦东回头深深看了木川一眼，像是再不屑与他多说一个字，扭头扛着我就往门外走。木川看上去真有些急了，追上来就抓住了易彦东的手臂。彦东，咱俩可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。他视线看向被易彦东扛在肩膀上的我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你懂的。易彦东半点没有要放下我的意思，甩开木川的手后就大力往他的肩膀按了一把，把他按在了也追在门口白幼离的身上。壁咚的刚刚好，两人几乎亲在了一起。男人语气凉飕飕：你懂就好，良宵难得，过好你自己吧。我本来就因为醉意有些头晕，现在倒空在易彦东的后背上，感觉头更眩晕了，想让他放下我，于是轻喊了他一声彦东，却只换来了他的冷言冷语：别乱叫，咱俩熟吗？想让他放下我的后半句话，我就咬牙咽回了肚子里。头晕而已，我能忍。
谁让我欠他的呢？不远处的木川还在不依不饶，看着要追过来。易彦东，你敢乱来？我跟你没完！又被身边其他好友拉住了。川哥，你知道的，东哥自从回国戾气就很重，你别跟他较真啊。之前南海周边那个专案你报价那么低，他因为跟你私下关系铁都莫之声，心里肯定多少也是有点怪罪的。谁都知道你在乎嫂子，今晚估计他就是故意逗你闹心的，说不定等会一下楼就把嫂子远远丢开了。他都多少年孤寡身边没女人了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们私底下取笑他，给他取的外号你忘了？黑和尚，见谁都黑脸，不近女色，羡慕的就躲。这外号还是你带头给取的呢。安啦，他心里只有那个抛弃他的初恋小野猫，不可能碰嫂子的。木川没有追过来，我和易彦东也走远了，只在进电梯前听见了我那两位美丽的俏伴娘对木川的讥讽，听着阴阳怪气的。哟，玩不起啊，还对方一夜自由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你也可以去找个男人，我绝对不会介意。我们家瑞希今晚可是单身自由的哦。一楼贵宾停车位，我确实被易彦东丢了，丢进了他的私车副座。黑色帕加尼在暗黑的夜色里扬长而去，一栋格调非凡的别墅里，我不认识，也没来过。一进门他就扒了我的外套，大力扣住我的后颈，带足了怨气与凶恶的吻落在我的唇上。我吃痛，推了他一下，彦东，结果腰被人死死扣住，按在墙壁上更加无法震动分毫。他语气恶劣，不是要跟我睡吗？躲什么？我没得反驳，只得讨饶一句，你轻一点。转瞬我被他摔在了床上，他并不想跟我客气，轻不了，衣服一件一件飞落在地板上。他凶得厉害，毫无怜惜，直到发现我依然是洁净之身，他忽地愣住，那张始终冰冷无情，全是怨气和怒意的帅脸这才缓和了一些。你没跟木川上过床，分开多年，我该如何跟他解释当下的处境呢？牙齿咬了又咬，我敷衍了一句，还没来得及，明天就要举行婚礼的一对男女，竟然还没睡过。在现代社会，这说出去谁信？又有谁能做到？在我这，当然也是有原因的。原因是，严格意义来说，我跟木川根本没谈过恋爱，我们两个直接跳过了这个阶段，一步迈到了最后，结婚。当然这并不妨碍，他真心想娶我，我也是真心想和他好好相处，携手余生。只是今晚之后，大概所有都要变一变了。易彦东的浓眉皱起，他凝视我好半晌，必然也是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和木川竟然没发生过实质关系。然而事实摆在眼前，他又不得不相信，我确实还未曾和其他男人有染。那双好看的眼睛逐渐散去冰封，又一点一点染上一点红，像是压抑多年的委屈和深情，终于愿意展露出一个小小的角来给我看。最终他无奈又卸下了防备般，拥我在怀里，在之前被他无情咬破的那唇角上落下一吻。他抱着我翻身，把我的头按进他的肩颈，耳鬓厮磨。我听见他滚烫的呼吸说，李瑞希，我还在爱你。这句话之后，他的吻缱绻缠绵温柔，眼角含泪。屋顶吊灯在我眼前不停晃动，模糊。凌晨12点已过，手机突然震动，不停地响了起来。婉转的音乐铃声在这一刻也显得闹人得很，打扰到了男人专注的心神。是我的手机，是木川。这种时候谁有空搭理他？我本想抬手划掉，却不小心因为手指不稳划到了接听键。对面立刻传来木川明显不够稳重的声音，
老婆，你怎么没在家啊？彦东把你丢哪了？我们不玩这种婚前自由的破游戏了。我想过了，好无聊。而且白幼离他根本就是个破鞋，连你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了。你在哪？我去接你回家。我现在好后悔，在包厢里竟然对你说出这种破提议。我还没开口，易彦东直接把手机拿了过去。他语气嚣张，后悔。晚了，他不能被你接回家，因为他现在在我床上。什么？易彦东？嘟，电话被易彦东挂断关机，随手丢出去好远。木川惹到的人，遭殃的却是我。我被他抱着从床头转移到了床尾，他咬我的耳朵，再来。时间分分秒秒不停地过去，我盼啊盼啊盼啊，却怎么都盼不来一刻停歇。黑夜终于彻底过去，天光大亮了起来，连拉起的窗帘都遮不住那一抹明亮的光辉。今天是我和木川举行婚礼的日子，这个时间我应该立刻收拾自己赶回家里去，换好结婚礼服，坐在梳妆镜前，让上妆师为我画好一个美美的新娘妆，安静又心怀期待地等着木川用长长的婚礼车队来迎娶我。易彦东当然也知道这些，这个整宿耕耘也不知疲惫的男人，在天光逐渐亮起之后，他身上退下去的力气也在一点一点回笼。他不肯放人，他不肯甘休，求也不管用，讨饶也不管用，说好话也不管用，他只是用那双好看的发红了的眼睛，一遍一遍地逼问我，不要嫁给他，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李瑞希，不要嫁给他，答应我。我真的很想答应啊，只求他稍微停歇一下，让我喘口气。我现在根本无法说出完整的字音，久久得不到我的回答。男人像是绝望了，突然失重趴在我的身上，紧紧地抱我在怀里，语气透出丝丝祈求，李瑞希，别嫁给他，求你。好难，终于也是给个空隙让我能回应下他了。好，我嗓音哑透了。他立刻撑起身，灼灼地看着我，你答应了？我用力地点头。我不答应，你就肯放我去和你的好兄弟举行婚礼了吗？再说，看清了木川那种烂男人，我是傻子吗？还要跑去和他结婚？他喉结滚了又滚，唇瓣微动，像是几番斟酌，才脱口问我，如果我现在跟你说，想让你重新跟我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我浑身酸麻，真的哭笑不得，只能用使不上一点力气的小拳头去捶他的胸口。易彦东，我都被你睡了一整晚了，连1分钟的休息都没有，你现在还要问我愿不愿意？他眉眼忽地舒展，所以你愿意？我只能再次用力地点头来回答他。一个响亮的吻声落在我的唇边，他一把把我拉坐了起来。李瑞希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？去了你就知道。我摇头，又倒回床上。不行，改天吧，我太累了，一步都动不了。他语气强硬，不，就今天，就现在。你动不了没关系，我抱你去，背你去也行。说着他已经在匆忙地给我穿衣服，我真的直接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身上很脏，我们折腾了一整晚。彦东，我身上，你别这样穿，至少也要简单洗个澡啊。他似乎很着急。没事，别人又不知道，回来再洗，衣服直接丢掉买新的就行。就这样，一对迷乱一夜不懂节制的男女，各自身上裹了几块遮羞布，就这样招摇出门了。易彦东把我抱出家门，抱上副驾，他开车很稳，又快。上车时我看他还检查了下我的手包，不知干啥。才驶离别墅末2分钟，他提醒我，瑞希，手机开机吧，告诉家里人婚礼取消了，省得他们去那现场白跑一趟。
哦，对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真的是快被他折腾成傻子了。无视木川的无数资讯和电话，我先联系了我爸妈。等我把我这边的亲友联系完，易彦东要带我来的目的地也到了。我侧眼一看，这通红的门楼牌子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婚姻登记民政局。这男人疯了吧？彻底疯了。我吃惊无比地看着他，他只是温和地轻笑了一下，然后给车熄火，把我抱下来。我们坐在民政局门口的等候座椅上，人家还没有开门呢，他就这样火急火燎的都顾不得把2人身上收拾一下，就拉我来了这里。一只手臂搂着我，另一只手把我的一双手抓住，感觉他情绪才有点踏实了下来，说：李瑞希，咱俩分开已经7年了，7年的错过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吗？我真的1秒钟都等不下去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直接领证吧，好吗？我怎么会不愿意？初恋等了我7年，而我也从未真正放下他，如今能和他修成正果，我凭什么不愿意？可是我又想起当年他妈妈强硬把我请去见面的场景，我和易彦东直接领证，他是什么家庭啊？挂在全国富豪排行榜上高居不下，我们之间的婚事怎会如此轻易？所以我忍不住发出疑问：你家里？瑞希，他打断我，认认真真地看着我的眼睛。一对成年男女相爱，想在一起，想永远在一起，想拿到一本证书来守护好这份感情。我不认为这必须要得到长辈们的同意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但我和你都是成年人，登记结婚只是我跟你2个人的事。当然，你爸妈那边，我会主动去跟叔叔阿姨请罪的，认打认骂认罚，直到他们同意我做他们的女婿为止。但是我家这边，易彦东深深呼出一口气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是同样难办。他目光里染上2分凌厉。李瑞希，我只跟你说一句，你要是再敢像7年前那样退缩、逃避、丢下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我赶紧把头靠近他的怀里，安抚他，我不逃，再也不会退缩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上班时，我和易彦东的身后又多排了几队。当他娴熟地从我手包里拿出我的证件时，我想到了临出门他鬼鬼祟祟扒拉我的手包，原来是在检查我的证件在不在。我俩当然是今天第1对办理结婚登记的，一夜未合眼的2人，难免都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，本该无精打采，却在结婚证书里那张红底小照片上笑成了一对大傻子，一看就是自愿结婚，超自愿。权威的钢印在照片一角落下，我俩人手一本。接过红本本时，我激动的手都是抖的，他也是。我结婚了，和初恋。他一把把我打横抱起，往我侧脸猛嘬一口，走出民政局大门。他凑在我的耳边，呼吸浓重轻喊一声：老婆。我羞得抹脸看他，一双手蒙在自己的脸上，8颗小白牙却一颗都藏不住。回应他：老公。手机关机真的很清静。重回别墅的路上，他带我去闪购了2套衣服，一进门他就又把我身上的衣服扒没了，这次全部丢进了垃圾桶，然后把我抱去浴室里洗漱嬉戏。结束后，我换好了新买的睡衣，靠躺在弹软的沙发上，看着不远处他在厨房里为我做迟到的早饭，虾仁鸡蛋羹，是从前和他在一起时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。他还记得，端到沙发区一口一口喂我吃。有些事情很烦扰，但还是要处理，要面对。洗漱完又吃了点东西，我俩精神都恢复了很多。易彦东先给手机开机了，一开机就被电话轰炸。
他接了，先顶进来的是一个他和木川共同的好友。我天，东哥你总算是开机了，你在哪？不会真和那个李瑞熙在一起吧？你知不知道，川哥他已经疯了，他从昨晚开始就疯狂地飙车找你，已经把你在本市的10余处住宅翻遍了。今天可是川哥大婚啊，你和新娘子都不见人影，也联系不上。男方这边宾客都到齐了，女方却一个也没来。网上现在热搜都顶出来了，说穆氏公子大婚，新娘落跑，现在全网都在看穆家的笑话。川哥此刻正往你蒲南路的别墅飙车呢，我听得大气不敢喘。易彦东却很平静，我在蒲南路这边，让他来吧。电话挂掉，易彦东把吃完的碗筷放在茶几上，拉住我的一双手，说：老婆，去把衣服换好吧，等下见完了木川，我陪你一起回父母那去见见叔叔阿姨，跟他们解释下情况，免得他们在家里着急。我点点头，好。我俩才换好衣服，木川已经在大门口砸门了。易彦东按下电子遥控按键放他进来了。木川蓬头垢面，也是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，一双眼眶里全是憋红的红血丝，下巴上冒出来的胡茬黑乎乎，不像个年轻的新郎官，更像是一个家道中落邋遢大叔。他一进门，脸上的怒火看着都能把这栋别墅点了。先是怒目瞪着身前的易彦东，然后又看到易彦东身后的我，他深深大喘气几声，像是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，无视掉易彦东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缓声对我说：老婆，今天咱俩结婚啊，你忘了吗？走，还来得及，咱结婚去。说着就要来拉我的手，被易彦东拍下去了。木川，没办婚礼末领证别乱喊，她不是你老婆。木川嘶吼一声，这不是现在就去举行婚礼吗？两人目光博弈，易彦东的脸色也更严肃起来。我在身后说：木川，我昨晚同意了你婚前一夜自由的提议，但莫同意今天依然会和你结婚。对不起，咱俩在昨晚已经各自恢复单身，我不能嫁给你了。听到我拒绝的话语后，木川从牙齿缝里一字一句地问易彦东：你昨晚是不是碰他了？易彦东淡淡反问：你说呢？我没反应过来，猛地一拳，易彦东被木川打了一个趔趄。你睡我老婆？我操，你井号与 amp 人民币100分号星号，护了我一把。易彦东站稳后就毫不客气地往木川脸上也甩了一拳。木川整个人往门口斜跪倒去，易彦东回身去拿来了一本结婚证，揪住木川的衣领让他看。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李瑞熙，她现在是我老婆，你再敢喊她一句老婆试试。木川整个人都懵了，他颤抖地去摸那本结婚证，看着上面我和易彦东藏不住笑的一对幸福傻子脸，以及照片一旁无比新鲜的登记日期，似乎终于发现了缺口。他也一把扯住了易彦东的衣领，看看易彦东又看看我，看看我又看回易彦东，不可置信地发怒问：你俩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？你们是不是早就背着我搞在一起了？又是一拳，他打在易彦东的脸上。易彦东，老子把你当最好的兄弟，你就这样背刺我？你睡我女人，挖我墙角，我自己都还没舍得碰她呢，你竟然还敢在我和她大婚的日子拉她去登记结婚？我跟你拼了！你个不懂珍惜的混蛋！谁是你的女人？她是我的，我的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我只好拉偏架了，只拦木川不拦易彦东。打着打着，可能因为我拉偏架，木川确实被打狠了，一直发横骂人的嘴巴竟然开始出现哭腔。你说我混蛋？你才混蛋姓易的，咱俩关系最好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你知道我当初追他费了多大劲吗？我追了他整整1年，砸了几千万都拿不下啊！
我在我爸书房跪了3天3夜，受了我爸3天的家法，皮开肉绽啊！我爸才同意了我的婚事，让我自己做主。他委屈巴巴地指着我，这才让他相信了我的真心。他还不让我碰，说要慢慢来。结果现在全便宜给你了啊！虽然我爸妈觉得他是个有学识的书呆子，与家族企业无异，不认可我娶她，但能娶到一个高学历的女学霸，高挑漂亮的科研女博士，你知道我有多骄傲吗？在哪个兄弟面前我都趾高气昂的，他们都可羡慕我了，比他们那些只能和逛街美容整脸的富家女联姻的，不知道强多少倍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抢走他？你不是爱那个抛弃你的初恋吗？你去找你的初恋啊！你别挖我的墙角。易彦东，你把他还给我，还给我这架也是打不下去了。木川已经完全哭成了一个泪人，整个人躺在地板上撒泼打滚。可能我还是不够了解木川吧，我是真没想到他还能有这样的一面。想到他轰轰烈烈追我的1整年，其实真的给我枯燥的科研生活带来了很多阳光。凭良心说，我有被他感动到。很多时候我不再想起易彦东这个名字，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把那份遥远的初恋放下了。也许我该珍惜生命里的第2份炙热的感情，再错过，大概我真的只能孤独终老了。但我还不够爱木川这个富家小少爷，更没有精力去谈玩玩看的感情。可我又确实有心跟他试试，以结婚为前提，认真的那种。所以某天他又堵在我科研院门口等我下班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跟我是想玩玩？你知道我每天搞科研很忙的，真的没空谈玩玩看的感情。所以如果我答应你，我们会结婚吗？他可能误会了，以为我要立刻跟他结婚。送我到住所后，他信誓旦旦对我说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，等我。然后就有了他在他爸书房跪3天3夜挨家法，只为祈求他爸他要和我结婚的事。当他在家里跪的骨头都散架，被他爸打得全身青紫，再回到我面前，笑呵地跟我说，我爸妈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立刻结婚。李瑞熙，我已经把半条命舍出去了，你不能再拒绝我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哪里还说得出拒绝的话，唯有点头答应他。一下子谈到结婚，进度可能真的太快了，我心里着实有些不踏实。所以他首次提出要在我住的地方留宿，我拒绝了。后来有合适的机会，他又提出让我留在他住的地方过夜，我又拒绝了。后面他就再没提过这种要求，只一味地促成我们2人尽快结婚，说那件事没关系，我不着急的，我们马上就会结婚了，就把那件美好的事留给洞房花烛夜那晚吧。想想反而让他觉得更加兴奋了。直到他的小青梅白幼离知道我和木川马上要结婚，找到我来闹了一次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之前已经在和白幼离在谈了，他自己移情别恋，是先甩了他的青梅小女友，才跑过来放肆追我的。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，他爱上了我，不爱小青梅了，先和小青梅分手，再来追我，和我在一起，这流程是对的。所以我并没有去太在意他和白幼离的事，尽管白幼离还是常常在他面前出现。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呢？在他见过我爸妈之后，在双方家长因为2家孩子要结婚正式见过面之后，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，他们没什么学历，更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在穆家这种上亿资产的豪门家庭面前，难免显得土鳖，说话畏缩，一手的老茧连跟亲家握个手都不敢伸出来，倾尽所有，倾家荡产，也拿不出一件像样的陪嫁给我。我逐渐发现木川面对我时的态度变了，他本来面对我时
一直是低眉顺眼，使尽花样讨我欢心的。可不知不觉间，他态度高傲优越了起来。我本没有太在意，因为我早已不是7年前的我。我不觉得自己配不上穆家这位整天游手好闲的富少。当然只要他真心爱我，忠诚于这份关系，家里的钱又花不完，闲散些就闲散些吧。没人规定谁活着必须要去奋斗什么。但要说起相配，我一个堂堂的科研院女博士，高知高学历的女学霸，未来势必要造福百姓，造福人民，可以说前途无可限量。我凭什么配不上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，连拼音字母都认不全，所有文凭证书全部是花钱砸来，整天败家，挥霍无度的文盲富家公子哥？到底谁配不上谁啊？他要真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他呢。我以为他懂我们之间知识与财富的持衡，莫成想，他见过我太过普通的原生家庭后，还真觉得是我大大的高攀了他。遇见他是我捡了个大便宜了，我应该对他卑微点，反过来努力抓住他，讨好他才对。他又开始跟情丝未断干净的小青梅眉来眼去了。因为易彦东的再次出现，我确实有些心慌意乱的，还没来得及去点醒他一下，我们的婚期已经到了眼下。结婚前夜，他的举动，他的言辞，让我看清，他不配我，他配不上我，也让我重拾勇气，尝试去捡回那份遥远的，却从未从我心底柔软处离开的初恋感情。看着在地上撒泼打滚哭闹的木川，易彦东似乎见怪不怪，想来他应该比我更了解木川。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并非随口说说，只是那时年少，我和易彦东搞的是地下恋，他从未带我见朋友家人，直到他前段时间回国往前说，我们3人之间并不知道相互的存在，以及过往的纠葛。那会儿易彦东总是跟我说，瑞希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对你绝对是真心的，只是我现在在家里还没有话语权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等我，好吗？我认真的点头，好，我相信他。一个明明潜水技术一般，却数次不顾生命危险潜入深海，为我寻其108颗稀有珍珠的大男孩。这是我生日的数字，他用这些珍珠去打造了一套珍贵华丽的首饰，拿到我面前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他值得我全身心的相信他。我知道他家境富裕，应该是有点背景的家庭，但我不知道他家的富裕那么夸张。他家的背景如此强大，直到我走在路上却被几个黑衣人强行拉上车，然后我被带进一个静谧的包间，里面坐着一位气质非凡的贵妇人。她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，推了张100万的支票给我。我很羞愧，连抬头看她的勇气都没有，但我不会要这个钱，所以我轻轻推了回去，听见了一点她淡淡的沈笑。小姑娘胃口还不小。然后那张100万的支票就变成了1000万，重新推到我面前。她语气很轻，甚至可以说温柔。不够我还可以再加，这些对我们家来说，不过是1-2个月的零花钱而已。但你必须跟我儿子分手，永远退出他的生活。他有未婚妻的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一毕业他们就会结婚，未婚妻的陪嫁不低于100亿。你有什么？这一刻，我人生的所有认知、价值观，全部坍塌。别说亿那个数字，就说他施舍给我的这张1000万支票，普通人好几辈子也见不到，更挣不来这么多的钱。而我的男朋友，易彦东的妈妈，她就这样用来随手打发自己儿子私下谈的穷酸小女友了。我爸妈2人加起来1个月的收入还不足1万块。而我也只是这样家庭出来的一个普通女学生，她嘴里说出口的每一个数字都太吓人了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癞蛤蟆，盯上了易彦东这块天鹅肉。
这已经不是我们相不相爱的问题，是我真的配不上他。我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相隔108000里，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。我落荒而逃，答应了他所有，更没有去拿走那个钱。那个数额真的已经吓到了那个时刻的我。后来易彦东也没有跟那所谓的未婚妻结婚，不知为何，他被他家里直接丢去了国外，动用关系限制他入境，限制他回国，这一限就是6年之久。而我在这些时间里玩了命的学习、考研、硕博连读，我没办法让自己停下1秒钟。我好自卑，自卑到了骨子里。我是一只癞蛤蟆，竟敢深深爱上了那个住在天宫里的太子爷。我努力，努力，努力，想让自己这只泥巴里的小青蛙，至少不要看上去那么丑陋，让人嫌恶。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智的成熟，以及学历的不断提高，这让我逐渐恢复自信，也明白了一个事情，不管是面对易彦东，还是后来的木川，我无需自卑，更无需低贱定位自己，因为爱是平等的。他爱我，想和我在一起，想和我永远在一起。我爱他，想和他在一起，想和他永远在一起，仅此而已。如果过程中遇到任何阻碍，我们共同面对就好，这就是最正确最好的应对方式。易彦东撸了撸袖子，又往木川的屁股上踹了2脚。费那么大劲追的，为什么不珍惜？追到了你那么骄傲，为什么不珍惜？都大婚了，头天晚上还想和前女友去鬼混，到手的老婆让人拐跑，你活该你。木川从地上坐起来，擦了一把眼泪反驳说，我是故意的吗？我和幼离从小要好，我能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喝多了犯浑才说出那种狗屁提议的呜呜。易彦东，就算这样你就能来挖最好兄弟的墙角吗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决裂了。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易彦东捋了一把头顶乱掉的发丝，呼出一口气，势不两立。你的意思是南海周边那个100亿专案你们穆家不想要了？你应该清楚那个专案现在是我说了算吧？如果我把你们穆家踢出去，让那个专案在你们穆家泡汤了，你说你爸那暴躁脾气，会不会气得把你一双腿打断？木川一双拳头握得死紧，你威胁我？易彦东语气轻巧，对啊，就威胁你，服不服？木川气得瞪着易彦东，一个字说不出来。易彦东伸手把我揽进怀里，脚尖又踢了下木川的膝盖，服了，就喊嫂子，以后看见他恭恭敬敬，站位避开他10步远。木川双眼通红，咬牙切齿瞪着易彦东足足有1分钟，忽的双手抱头，哇哇哇的又大哭了起来。我该适当安抚他2句吗？扯了扯嘴角，实在不知该说什么，于是求助易彦东，他要怎么办？易彦东二话不说，扯住木川的一双脚丫子就往门外拽。我跟你嫂子今天上午刚领完证，正腻歪着呢，你赖在这当什么大灯泡？滚吧，回去把宾客散了，把热搜压下去，跟你爸妈好好解释一下，说我过几天会去你家登门道歉的。木川的哭声更凄惨了，呜呜，你个天杀的，姓易的，我绝不会原谅你，你个畜生人渣，你把好兄弟当玻璃球耍着玩啊！我为什么会认识你？木川终于被易彦东丢出了大门外。别好了，跟你纠正一下，我没有挖你的墙角，是你挖了我的墙角，还不知道好好珍惜。我只是对你无语，重新抢回来而已。木川站起来哼唧2声，你什么意思？易彦东拉住我的手，重新跟你介绍一下，李瑞希，我的初恋，我被限制在境外6年无法回国的那个原因，我借酒浇愁，酒精中毒数次被送进医院，你去国外看我的那个原因，
怕你们背着我去打扰他，怕我妈继续去找他的麻烦。我从不敢跟你们提起的那个名字，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人，李瑞熙，我易彦东此生唯一最爱的女人。现在，她已经是我老婆了，所以你以后最好收起你对她的所有心思，不要再有一点点的歪念。你知道我是一家独子，会逐步掌握全部大权，我实在不想把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把你们穆家杀得片甲不留。5年后，我和易彦东的女儿小蜜糖2周岁的生日，生日宴办在了一家祖宅。宴会开始前，她的奶奶正用满脸疼爱的目光把她圈在怀里，为她戴上一顶价值2个亿的王冠。我们一家的小公主，生来就是享福的。奶奶的宝贝小蜜糖，生日快乐，奶奶爱你。小蜜糖扑进她奶奶的怀里，谢谢奶奶，奶奶，我也爱你。默片刻，她奶奶看了一眼几步远处，易彦东正蹲在地上细心温柔为我整理鞋袜的样子，落下了脸色，摸出一本产权证对小蜜糖说，奶奶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见水就头晕，烦扰得很。这栋海外庄园几万平的面积竟然有一半都是修建的水源，挂在我名下这么多年，奶奶是一点都不想要了。但你爸爸那么喜欢潜水玩水，奶奶的小金孙，我们一家的小太子，肯定也喜欢。他嫌弃地把那本产权证塞到小蜜糖手里，去，把它拿给你妈妈吧，让她带着你的小弟弟去游玩。这个庄园位置和环境极佳，据说当年买入的时候就花了近200亿，是他奶奶带进门最值钱的嫁妆。女儿小蜜糖稚嫩的声音发出疑问，我的小弟弟在哪儿呢？看着婆婆依然在与我装嫌隙的做派，我和易彦东都有点无奈失笑。他把小蜜糖拉入自己怀里，刮了下她的小鼻子，把她的小手放在我的肚子上，在这儿呢。大概因为7年前我没有接过他给的那1000万，让他对我有点另眼相看，也可能因为我此时与往昔身份已不同，俨然成为了科研院的国家栋梁，且在婚后第2年，已经对社会做出了相当优异的贡献。易彦东的爸妈对我们婚姻的反对程度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。现下正在缓缓步入的阶段是阖家欢乐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